好，针对川普祭出的各种关税战，现在是连党内自己的人都倒戈了共和党议员现在集体一起向美国倒戈川普那马克宏在这个时候，他则是号召欧盟国家做最后的警告，说欧洲不能相信川普。这一系列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带观众朋友一起来了解3个火线话题。我们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的，就是6名的共和党人都倒戈了，他们是硬挡下川普的关税政策，认为他这个关税政策根本就是有问题的。在倒戈之下，我们也来解读一下，那代表川普的党内铁票开始松动了吗？他的领导权难道开始出现了裂缝吗？第二件事情，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的是，法国总统马克宏正式的对欧洲国家做了示警，说现在欧洲应该要进入所谓的准紧急状态。那么一起来对抗美国。那加拿大则是联手喊说要对抗经济的威胁。川普的关税战是不是把美国的盟友都逼成了对手呢？最后我们也会来看到，在欧洲国家，其实呢，虽然现在看起来许多国家是反美的，但是呢，对于中国大陆的态度，其实几个欧洲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加拿大的部分是比较拉近中国的，但是法国还是强化限制中国。那欧盟呢，同时一起对抗美中，又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接下来赶快关心到的是川普关税战，真的是可以说是第一次在美国的国会破防，因为共和党本来掌握多数的众议院，11日通过了一个比较罕见的法案，就是一个决议，就是要撤销川普对于这个加拿大关税的措施。这一项这个措施其实一开始是由民主党所提议的，但是表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竟然是6名的共和党议员自己倒戈川普，最后是以219票对上211票来过关了。结果共和党倒戈之下，川普暴怒，他直接在这个在投票期间他就已经对外喊话了，他说任何你的众议院或者参议院的投票反对关税的共和党人，你接下来都会在选举的时候承受严重的后果，包括在党内初选，等于是对他们直接祭出威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个共和党人仍然是选择倒戈，民主党现在看在眼里，觉得自己机会来了，好像看到了一个破口，所以他们打算继续提出各项的法案来。这个提案来反对川普上任以来对世界各地增加的关税，共和党的倒戈可以说是川普自己内部破口的第一枪吗？聂老师怎么评估 ？OK， 我觉得原来这样讲哈，川普呢，他可能做的所有的动作哈，那么不管你欣不欣赏他他的魄力哈，他的这个决断力、执行力，但是呢，我相信他得罪了太多人，尤其他的不道德的这种形象哈。所以我说他之前是3面楚歌，现在我觉得4面楚歌。哪4面呢？第一个，我相信现在美国呈现一个叫 K 型社会，大家都知道，就是不像以前的 M 是这个穷富呢这个慢慢分离之外呢，它现在是属于 K 的，有钱的一直往上，那么这个越没钱的越没有机会一直往下。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川普上来有没有？他自己常常自己也很沾自己说，你看这些人赚了多少钱，他又搞了什么比特币圈等等就是这个虚拟币圈。那你要知道，川普这个人他急功好利嘛，对不对？这好大喜功，所以呢，其实看在很多人的眼里，民众是不喜欢他的。你如果跟美国人接触，真的是不喜欢。第二个，当然就是他自己在国内的政治的对敌，就是民主党，比较属于偏左翼的民主党。那不管是任何法案，大概民主党只是因为他的霸气真的算十足，因此把民主党也压制的好像不太能够喘息。但是民主党总有机会找到破口想进去。第3个呢，我觉得就是刚刚讲到欧洲这一部分各位想想，从爱尔兰、丹麦一个一个到这我们的对岸中国去做所谓的这个贸易参访之后呢，大家知道去年12月，虽然马克宏去没有拿到太多的糖吃啦，所以呢，马克宏因为他这个形象还认为说我要去看，我带着企业大佬想跟中国商贸的一些合作，但这些西方面孔他总觉得他想多拿一点，但是呢，当中国现在底气很高，并没有给他很多，所以他还是对中国还是有点防范。可是你看到卡尼在1月初这个加拿大这个卡尼是非常优秀的，你看他学经背景就知道。再来1月底呢，这个斯凯尔，英国也不是小国嘛，当然现在英国没有以前的底气，但是最早英国也是个象征意义也过去了。而且大家要知道，这个 MERS 这个欧盟的德国的这个总理
2月也要过去啊，你就知道，而且每一个都是带着商业大佬，对吧？一团过去，我讲3面楚歌是这个，但现在4面楚歌就麻烦了，因为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川普呢旁边有一堆什么东西叫中心内阁，你看不管商务部长啊，这战争部长等等，每一个对他非常忠心，只要川普说，抬头大家都抬头，低头大家都低头，说 yes 大家都 yes，no 就 no， 这个中心内阁真的也让他他的核心氛围也抓得蛮稳的，所以呢，说不好听一点，光川普一个霸气就已经非常的让人不欣赏，但是也会怕。但他中间那个的确有种力量，但是你要知道，不是每一个共和党属于他的族群的人都这么忠心，也就是共和党这些从长久这个在政治里面打滚的人，像川普他还是一个商人，异军突起的，这些人其实反他的其实心中很多，只是你今天当总统，你有霸气，他们不敢反。我的意思是说，这4面楚歌第4道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就他的自己人，就自己党内人都没办法支持他的时候，这个破口当然您说民主党会见缝插针，这样一定会。那共和党呢，其实也不欣赏他，也就会有所谓的寒蝉效应或者所谓触媒效果。那么也就是说，不管他是不是打的第1枪，川普有很多的违反道德、违反国际法的种种的行径。一定会一再的呢，越来越可能被人家唾弃，所以我觉得川普啊，现在好像还有一定的底气，但未来我觉得他可能会慢慢的气势会慢慢越来越出来，尤其他自己人开始反对他的时候。好，所以共和党现在内部第一次出现了破口，会不会造成寒蝉效应？其实从美国自己国会的内部现在持续的扩大，到原本我们看到美国原本的这些很好的盟友，现在也集体要来对抗他。那这次站出来的这个法国总统马克宏就特别对着这些欧洲国家去做示警。细节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什么。马克宏说呢，最近的格陵兰事件就是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举例啦。他强调呢，格陵兰时刻就是警钟。虽然说我们可以看到美欧关系现在比较好了，但是他不认为这是持久的转变。他也说，当面对明显的侵略行为的时候，欧洲啊，你不能够再继续妥协了。过去几个月退让证明你是行不通的，我们应该要让欧洲进入紧急状态，别再对美国松一口气。加拿大总理卡尼，对美国比较鹰派的这位卡尼也呼吁中等强国必须站起来，一起对抗大国的经济霸凌或威胁。马克宏有办法真的号召欧洲国家一起团结对抗川普吗？欧洲这么的多国，厉将军怎么看？我觉得从这一次这个川普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撤销案的投票有6名共和党的这种议员投票倒戈，就可以看起来所谓一叶知秋嘛。难道这些共和党党员，虽然说川普威胁他们说，你们如果说是背叛我，之后来讲的话，初选的时候我都不会帮你们，甚至我会让你们当选不了可是为什么这些共和党党员有6名而且不是少数都还要倒戈？我觉得他们主要是听得到民意美国自己他选区里面的民意，他知道说是你川普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你这样的话对自己盟友不停的这种下刀子，那这些盟友最后都是背叛你而去甚至于投向中国的怀抱，包括加拿大是如此。欧洲难道不是也是如此吗？但是我们看到欧洲现在非常的这个不要讲非常的羸弱了，也非常的悲哀我们现在讲世界3强，你会觉得世界如果说3强是哪3强？中国、俄罗斯还有美国，那欧洲排得上排不上。曾几何时曾经是这个日不落国的英国跟欧洲今天沦落到连这个世界的3强都排不上。那我觉得欧洲会排不上3强，主要的第一个在军事安全上面来讲，它必须要依赖美国。我们看到俄乌战争，现在美国不再提供给乌克兰的军援之后，变成欧洲自己要提供给乌克兰军援欧洲自己明年凑了这个9000亿欧元去提供给乌克兰，因为美国不给了嘛，那他们又怕说是俄罗斯强大以后会打到他们欧洲来，所以安全上面他必须依靠美国。那现在美国根本就弃他们于不顾，不但在安全上面背弃他们，甚至反而就譬如像格陵兰事件，还要借着格陵兰岛强索格陵兰岛来欺负这个欧洲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在经济上面、经贸上面更是如此。美国自己对这个欧洲来讲，除了对加拿大，也对欧洲来讲要苛征关税。虽然说欧洲那时候扬言要报复，
可是我们看到报复的清单列出来以后，我们觉得非常的苍白。对，你看这个能够报复什么？就我不买你美国的哈雷机车哦，当然也只能在这方面，其他东西他没有能够拿出对美国致命，就是你如果非要买我欧洲的东西不可，没有，大概一些奢侈用品了哈。但是反观美国对欧洲说，我课你多少关税，课你多少关税，甚至于对瑞士这种巧克力哦，都要对于这个劳力士表。都要苛征到39%的关税，那当然造成欧洲来讲，不管是安全方面或经贸上面更是如此。但是欧洲会不会团结？我跟你讲，欧洲不会团结。为什么我一口咬定欧洲不会团结？因为欧盟是好几个国家，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这种立场跟国家的经济利益。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譬如说是依赖俄罗斯的能源天然气来讲，每个国家立场就不一样。像匈牙利它就需要啊，像德国它就不见得需要，英国根本就不要啊，甚至北欧国家它是有天然气啊，所以每个国家立场不一样。另外我们讲一个比较具体的哈，就是欧洲的这个有所谓的这个公共资源，这个要不要补贴制造商？这一点，这个法国跟德国两个立场就不一样。法国当然希望你补贴我制造商，降低我制造商的成本。但德国来讲的话，如果你补贴之后，是不是会增加我制造商的成本就会增加？所以光这个项目来讲的话，要不要将这个公共的财务补贴制造商？法国跟德国意见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整个欧洲来讲哈，要团结是不可能的啦，因为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立场，每个国家的产业也不尽相同，你叫他们要同舟共济，我觉得是难上加难。所以我们只会看到将来哈更被撕裂的欧洲，但是绝对看不到一个团结对抗川普的欧洲。那这么羸弱的欧洲国家为了各自不同的产业利益，现在很难真的团结起来。那这么羸弱的欧洲，接下来要怎么样对抗美国？欧洲的下场是什么？或者说接下来怎么在美中之间来选边站或者对抗美中？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在这个结构上面呢，欧洲想要整合有它的一个困难度。它现在美国对这个欧洲它又增加关税，美国的政策又摇摆不定，那让欧洲这一方面呢是有一些压力。那有压力，你要面对美国这一方面，那你欧洲那边要整合完毕啊。但他们整合在结构上就是困难。你看欧洲欧盟这27个国家，他们北边的很有钱，南边的穷，东边的很穷，但是西边的也很有钱。你看啊，它GDP 超过10万美元的，你包含爱尔兰、包含瑞士、包含卢森堡，都超过10万美元的，但是不到1万美元的，你那个这个斯洛维尼亚，还有我们讲到的这一个乌克兰，或者是在讲到的这个，它在那个南边的，我们叫做摩尔多瓦，这个国都没有，都很穷你怎么整合在一起呢？所以它在这方面呢，语言也不一样。欧盟总共24种语言，有意大利语，有法语，有德语，有英语，还有其他的这些语言。你怎么样？南边讲西班牙语跟葡萄牙语，你怎么整语言都有问题啊？那总共地够不够大？约423万平方公里，人够不够多？也够多啊，4亿5千万人啊，也比美国多啊。但是问题是，你这些都是各个东西是破碎，每一个国家的利益都不同。同时，他俩要跟美国对抗啊，他缺2个关键的，最重要的是没有办法。第一个，能源依赖。欧洲有自产能源吗？你除了俄罗斯跟乌克兰之外，没有产这些天然气跟石油的。那你也都要依赖美国，依赖中东，要不然你就依赖俄罗斯，你要不要？你就是依赖，你的能源没办法永远没办法独立。第二个，军事国防没办法独立，这些武器系统都买美国的，你能够独立吗？有美国驻军在欧洲，你都要靠美军来帮你保护了。你的武器装备你也没办法，你光靠法国也不够啊。所以你看看，你这个在政治军事上，你就要对外依赖了，人员也要对外依赖，这2个最大的面向，你都没办法独立了。你想要独立，想要去跟美国、跟中国大陆做对抗，没有办法。27个国家没有27个国家共同的利益。没有办法整合，这是最困难的。经济条件不同，文化不同，还有制度也不一样，科技水平也不一样，各国的税率也不一样，你怎么样去整合在一起？没办法起一步了。整合的困难度拖住了他们进步的程度，所以他们想要跟美国对抗，想跟中国大陆对抗，我认为时间还很遥远。好，谢谢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